今天稍早，我召開國安高層會議，在聽取行政院的報告後，我在此宣布，政府將推動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。這個行動方案將針對生育、養育、教育三大階段，透過加補助、減負擔、多彈性、增照顧四大策略，從安心生養、強化托育、教育加碼、友善職場、居住減壓五大面向，推出18項政策。剛剛行政團隊已經說明政策內容，我要向國人報告，這是台灣邁向新公共化非常關鍵的一步。長期以來，養兒育女被視為個人與家庭的責任，並由特定性別承擔比較多的壓力。今天我們要把這個重擔從個人的肩膀上提升為國家、社會與企業共同分擔的支持體系。我們的目標是讓雙親在孩子的照顧上能更加平等、彼此相挺，也要促成勞資雙方的平衡，因為唯有建立更友善的職場文化，讓工作與家庭不再是單選題，才能夠促進婚養生育與自我實現的共好。我們要讓台灣的年輕世代、未來世代，無論是成家、孕產、養兒育女或職場環境各個階段、各個面向，都能夠獲得更多支持，讓想婚、想生、想共同陪伴孩子長大的人，都不需要孤軍奮鬥，國家會和大家並肩同行。第一，在安心生養方面，我們提出4項政策，給予最實質的經濟與照顧支持。首先是政府與下一代孩子18歲的約定，我們將全面推動0到18歲成長津貼，每人每月5000元。在孩子0到6歲的時候，這5000元交給家庭，自由運用，國家跟你一起養。當孩子6到18歲，這筆成長津貼一半繼續提供給家庭，減輕負擔，而另一半政府會直接幫孩子預存入兒少成長津貼專戶。存入專戶的這筆錢，政府將委託專業的金融團隊管理投資，並且至少保底2年期定存利率。當孩子滿18歲時，這個專戶的資金就可以領出，這就是國家送給青年朋友的成年禮。經濟成長的果實，不只要與全民共享，更要世代共享。投資一個孩子，就是投資一家3代。我們希望國家的支出不只出現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，更一路陪伴他長大成人。當孩子成年之際，這筆資金就是他們走向大學、職業訓練、就業、創業等人生下個階段的重要支持。同時，我們要給弱勢的孩子更多的支持。我們不只提供成長津貼，也將繼續推動弱勢兒少教育發展賬戶，家長可自由選擇每月存入500元、1000元或1250元，政府會1比1相對提撥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家長存一份，政府也存一份，讓存款變2倍，一直存到孩子滿18歲，讓弱勢的孩子在成長的時候多一分力量。對於辛苦的不孕症家庭，我們將擴大加碼人工生殖補助，持續給予協助。而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，政府提供保險生育給付，不分保險類別，每胎補助到10萬元，這是政府的一份心意，幫媽媽坐月子。第二，在強化托育方面，我們提出3項措施。
要打造從產後照顧到平價幼托的支持網。我們新增了0到18歲成長津貼，並且跟0到6歲國家一起養 2.0 的政策疊加實施，每個月5000元的0到18歲成長津貼，會跟0到6歲的育兒津貼，第一胎5000元，第二胎6000元，第三胎7000元疊加，同樣的也會和送公托、準公托的補助疊加。公幼月繳1000元，非營利幼兒園月繳2000元，準公共幼兒園月繳3000元的政策也繼續執行。中央和地方也會持續攜手合作，擴大平價幼保的服務量能，讓托育不再只是家庭自己找資源、碰運氣、排名額。而目前從中央到地方，公部門總共設立了206所托育設施，我們會進一步精進法規，盤整空間，推動跨單位合辦的職場互助式托育，來擴大政府機關、國營事業的托育服務。我們也期待和企業攜手，一起照顧員工的小孩。因此，為了鼓勵企業提供托育服務，今年我們已經推動各項強化企業托育方案，像是提供企業新建幼兒設施最高補助500萬元，並將友善家庭照顧職場環境措施納入上市櫃公司 ESG 評鑑指標。我們要再加碼提供企業托育支出200%的租稅減免。我們希望創造更溫馨的職場文化，讓爸媽帶着孩子一起安心上班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。第三，在教育加碼方面，我們也要實施4個方案，用國家的力量投資下一代，讓每個孩子都能夠擁有公平發展的機會。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，政府都會分擔家長的重擔。我們會持續落實12年國教免學費，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學雜費，提供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，把求學階段的基礎照顧好。我們也希望讓孩子們出社會時都能夠輕裝上陣。對於仍然背負學貸的年輕人，我們將推動利息減1%，展延加1年的學貸減免新方案，讓年輕人更輕盈邁向人生新階段，更勇敢追逐夢想。第四，在友善職場方面，一個進步的國家絕不能夠讓任何人，尤其是女性，在工作和家庭之間被迫2選1。因此，我們提出了友善職場5大措施。當孩子出生後，每個家庭面臨最大的拉扯，往往就是工作與對孩子的照顧。為了給雙親更多喘息空間，我們將全面加碼婚假、產假、陪產假，通通再延長。其中產假將從現行的8周大幅擴大到12周。我們深知許多職場母親會擔心離開崗位太久，影響職涯發展。因此，對於這增加的4周，媽媽們可以自由選擇，能夠視自身恢復狀況與意願，申請提前銷假。不僅如此，我們更將照顧幼兒的適用年齡從3歲延長到6歲，讓育嬰假全面升級為育兒假，同時把以日請假的天數從30天提高為60天。我們也知道，在育兒路上最需要的不是超能力，而是神隊友。照顧孩子從來不該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。為了讓爸爸雙親共同分擔照顧的重擔，政府推出了育兒留停津貼6+3方案。只要雙親都請滿6個月的留職停薪，就可以各自再多請領3個月的津貼。同時，我們也提高就保薪資的上限，每個月最高可請領超過4萬元。我們希望
讓更多的爸爸能安心請假，成為伴侶最堅強的戰友。當孩子漸漸長大，面對0到12歲孩子的接送與照顧問題，政府推動彈性減工時的制度，讓有照顧需求的父母可以提早1小時下班，或者在總工時不變的狀況下，用彈性上下班的方式去接送小孩。最重要的是，因為減少工時而少掉的薪水，由政府全額補助，讓大家能夠安心陪孩子。薪水的差額，國家幫你出。當然，我非常了解企業的困難，員工請假，公司也需要運作，因此政府會補助企業職代津貼以及替代人力的招募訓練成本，希望促成勞資雙贏，讓企業不再視員工生育為負擔，而是成為友善育兒的堅強靠山。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的職涯都不要為了生養被迫中斷，當雙親都能陪伴孩子，家庭關係就會更穩定。當制度支持雙親共同承擔，台灣才能夠真正邁向性別平等與職場友善的未來。第五，安居才能樂業，安居才敢生養。在居住減壓方面，我們提出2項措施。政府將全面推動婚育居住減稅優惠，也要大力提供婚育宅，包括擴大提供40%社宅作為婚育宅，以及透過容積獎勵鼓勵民間合作取得婚育宅。除了育有學齡前幼兒的家庭，租期最長可達12年，而今年起新婚2年內家庭的租金補貼加碼到1.5倍，每生1個小孩再加0.5倍，讓想婚願生的家庭在居住上減壓。我們也要對育兒家庭擴大減稅，現行的育兒學前特別扣除額，第一個孩子扣除15萬元，第二個孩子以上每人扣除22.5萬元，會繼續實施，不會改變。我們再進一步加碼未成年子女免稅額，只要有撫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1名的免稅額增加到15.15萬元。如果家中同時有撫養70歲以上的父母，還有15.15萬元的免稅額。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、未成年子女免稅額和撫養70歲以上長者免稅額，這3項免稅額可以疊加。我們要用盡全力，讓同時照顧孩子和長輩的三明治世代能夠減輕壓力，有更大的支持。最後，為了讓各項政策確實執行，我請行政院針對涉及修法的項目，盡速完成各項法制作業，並且加強與立法院的溝通。我也希望朝野政黨都能夠支持行政團隊這一個兼顧家庭支持、衡量財政能力的版本。我也請行政院成立人口對策新戰略執行小組，並請卓院長擔任召集人，定期追蹤各項政策的執行進度。最後，我要強調，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的核心意義，是要讓台灣從補助式育兒全面升級為公共支持式育兒。政府要將國家經濟成長的果實，轉化為對每位國民、每個家庭、每個世代的實質支持，讓全民共享經濟紅利，共同為台灣的長遠與永續發展打下更堅實的基礎。各位國人同胞，我期盼未來的台灣，除了擁有強勢的科技與經濟，更有一個完善、有安全感的家庭支持體系，讓每個孩子從出生到成年，都有國家穩健的投資與陪伴，讓每個迎接新生命的決定，不再伴隨着焦慮，而是充滿對未來的安心與憧憬。當國家願意承擔，年輕人更有力量勇敢追夢。當社會願意支持，台灣的未來才能夠生生不息。
讓我們團結一致，共同打造堅韌、永續的台灣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謝謝總統。